印象中6月份的时候刚刚推出了加拉哈德，没想到过了1个月又迎来了一个新朋友。元都骑士系列也迎来了第10位朋友爆裂师贝蒂维尔。还是那句话，你永远可以相信 SNA 的出货速度。相信不少朋友呢已经玩上这款模型了。本款爆裂师呢应该是该系列量最大的，盒子也是最大的一款产品了。因为配件跟玩法比较多呢，所以本次呢也是给大家做好了切分，大家可以按需来进行观看。那咱们先来看骨架。本次的骨架呢，依旧是一个完整骨架造型，你能看到的部分呢，基本都是全新规设计的。同时，在整体的造型以及骨架的完整度呢，本次又有了一大的进步。武装配件中的巨手呢，也同样是具备了完整的骨架结构的，整体也会有一定的浮雕细节。因为本款呢是一个近战机甲，所以在可动方面呢是要下一定功夫的。而本次的骨架呢，完成度是比较高的，所以在骨架部分，咱们就已经能玩到一定的联动以及对应的可动了。接着呢，咱们装上外甲来看一下本次爆裂师贝蒂维尔的一个整体造型。在配色方面呢，选择的是白黑两色，同时再搭配上了灰色进行一个色差分色。点缀色呢，则是蓝色透明件以及黄色。对比上一款加拉哈德来说呢，整体的颜色会更加丰富，同时饱和度更高，颜色更鲜艳。整个机体的造型呢，兽元素是比较多的，在全身各处都能看到狮子的利爪造型，很好的表达了整个机体是以狮子为原型的，同样呢也表达了它的进攻性。而另一个最特殊的造型呢，就是本次的正面、胸口以及头部的2个狮子头造型了，这个是最能强调它狮子元素的一个部分，同样呢也有点故人表情包的感觉。机甲头部的设计呢比较有意思，是一个张开的狮子，然后机甲的面部在狮子的嘴巴里面。头部后方非常亮眼的这个鬃毛呢，是采用了多块透明件拼接在一起，所以整个鬃毛的造型呢是非常立体的。同时整个锐度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大家把玩的时候呢要小心扎手。而机体的各处呢还有一些透明件进行点缀，通过透明件呢也能看到内部骨架的一些细节。与先前的用透明件来当披风不同本次是第一款在主体上面用透明件进行点缀，我觉得这样的设计还是比较不错的，希望下一款也能沿用一下。本次爆裂师的高度呢，大约是在17厘米左右，会比加拉哈德稍微矮上一点点，与蓝马洛克呢是基本差不多高的。与其他比例的对比呢，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整体高度大概就是这样子了。爆裂师的背包呢是一个尾巴，象征着狮子强而有力的尾巴，所以整体呢是用了一个软胶铁丝，非常粗，可以随意的凹造型，并且支撑能力呢也是比较强的。像视频中演示的这样子，尾巴腾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接着呢，咱们来看一下可动部分。首先呢，在头部这边呢，它是一个长球冠，所以可以捏住头向上提一下，提升它的可动空间。然后整体的一个低头以及抬头的幅度呢，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幅度还是比较大的。头部的侧摆2个球冠双段的整体幅度，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旋转呢，也是依靠球冠来进行实现。头部的连接件呢，是提供的2种不同的样式，我这边安装的呢是球冠样式的，还有一个直装样式的，大家可以自行选择来安装。肩膀根部呢支持外拉，外拉之后呢可以很大程度的提升可动，向前摆动以及向上呢都会有一定的可动提升。依靠这个外拉关节呢，就可以实现一个非常不错的手臂内收角度。这个角度大家觉得怎么样呢？肩甲是套筒结构的，可以单独活动，同时呢也能单独向上抬起，为手臂平台腾出更大的空间。外侧的小爪子呢也同样支持调整避让，多处的避让呢可以让整个手臂平台实现一个非常大的角度，可以远远超过90度。大臂处呢也支持平转。手臂曲肘整体的幅度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在手臂后方小臂处呢有一个接口，这个接口呢咱们可以安装上一个连接件，连接件呢上面会有一个插桩跟一个球冠，分别在侧面跟后面2个位置呢都是可以安装上属于爆裂师的一个标志性武器裂钢爪。爪子的造型呢有点像地虎侠，侧面跟后面都有接口的好处呢就是可以实现多角度的一个造型。胸口的这个狮子的嘴巴呢是可以闭合跟张开的，随着张开的时候呢，内部会有一个火炮随之联动探出，这个呢也是爆裂师的远程武装了。腰部活动的时候呢，咱们将嘴巴闭合，这样子就会露出里面的一个避让空间，实现腰部的一个活动。腰部根部呢也设置了一个拉出的翻折机构，前甲呢也支持向外进行一段避让，多处的可动结构加上避让，可以实现一个比较不错的弯腰，大家可以看一下。腰部的侧摆以及腰部的旋转呢也都没什么问题。后军甲呢支持下拉，可以实现一个非常大的平台，这样子就可以为腿部后踢腾出空间。大腿根部呢设立了一个下拉机构，整体的前踢呢大家可以参考一下，1字马完全没有问题，侧踢1字马也是轻轻松松，完全没有问题的。大腿根部支持平转，腿部弯曲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体的一个幅度，本次腿部弯曲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腿部呢首先会有一个抽拉的一个联动效果，
而最有意思的联动呢，是在小腿后方，随着腿部弯曲的时候呢，小腿后方的灰色零件会向内进行一个收缩，实现大腿跟小腿的一个更大程度的贴合。而前面的膝盖位置呢，也会随着弯曲有一个灰色零件进行填充，实现完整的膝盖造型。这样子呢，整体的可动幅度更大，并且整体的造型呢也会更加好看。脚部这边，脚的爪子呢是可以单独进行角度调整，这个脚是通过球冠进行连接的。咱们将整个脚拔出来呢，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连接方式呢是一个斜插，所以说整体的接地呢可以依靠球冠跟斜插关节实现一个很不错的接地，这个调整的角度也是比较自由，整个脚呢上下摆动也没什么问题。接着咱们来看一下武装部分，通过搭载这些武装呢，可以让贝蒂威尔实现爆裂形态。首先呢，这名叫狮王之怒的巨手，这个手的话是与先前的完全不同的造型，主色呢变成了黑色跟灰色，同时整个造型呢也有完全不同，变成了一个巨爪，然后重铠的一个样式。手指呢是爪子造型，每一根手指都有多段的角度调整，整体活动起来呢是比较灵活的。肩胛呢是套筒结构，可以实现一个大角度的平台避让。手臂曲肘呢也是双段式的，没有什么问题。整体的样式完全不同，替换上去整体的冲击感还是比较足的，并且这次并不是银之臂了，大家可以说是黑之臂。然后呢，就是追击尾刺，也就是爆裂师的替换尾巴，一共有3根。这个尾巴呢，一共15个关节，每一个部分都是可以进行外拉解锁，然后实现一个多项的可动。连接的部位呢是一个球冠，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整体关节的阻尼呢没什么问题，卡合的是比较牢的，再加上关节的数量足够多，所以活动起来呢是比较自由的。同时，棱角分明的尾巴呢也会比包胶的铁丝更加具备进攻性。而前面介绍的巨手呢，臂铠这边是可以活动的，咱们可以向后进行一个外拉，这样子就可以露出裂空炮，也就是巨手手炮。搭配上尾巴上的火炮呢，就可以实现远程打击。接着呢，还有名叫碾压者的巨剑，整个武器的尺寸啊非常巨大，长度呢来到了26厘米。大家可以对比一下，这个是加拉哈德的锤子，在剑刃上面呢还会有一些铭文的刻画。另一把武器呢，则是名叫噬魂者的一个指虎。在刃上呢，也同样会有白色的铭文刻画，这个呢可以进行一个渗线，整体的质感会更加好。大家肯定会担心巨剑的握持问题，所以这次呢，在小臂后方的接口，咱们是可以搭载上一个辅助键，这个辅助键呢会有一个卡口，刚好呢是可以卡在巨剑后端的这个位置，卡上去之后呢，可以辅助手臂的一个支撑。而指骨的安装呢，咱们可以看一下，指骨上方呢也会有一个卡槽，对应的呢就是手掌上面的接口了。爪子呢顺着孔洞穿过，然后将卡槽对应接口安装好之后呢，咱们简单的调整一下手指的位置就可以了。然后咱们将所有的配件全部装在身上，3条尾巴、巨剑、巨手搭配起来就是爆裂师的第2形态爆裂形态了。最后一个配件则是一个地台支架，没错，感觉是圣域小队才会有的支架，之前帕西瓦尔也是附带了一个支架的。支架的底部呢是附带了2个长短不同的支撑件，大家可以自己的选择，在合适的角度，然后直接将2端卡在这个支架上面，就可以形成一个比较好的支撑了。搭配支架呢，需要用到一个连接件，这个连接件呢是通过滑槽卡在背包的尾端，直接通过滑槽这样子慢慢的将其卡上去，卡紧就可以，上面有一个孔洞，这样呢就可以通过支架来摆一些腾空的造型跟动作了。总的来说呢，本次的一个造型跟玩法，我个人觉得是比较不错的，特别是它的尾巴，因为尾巴的关节数量非常多，再加上阻尼感够，所以呢是能摆出很多有张力、帅气的动作的。爆裂师贝蒂威尔呢，也是该系列的第10款机体，也确实是一款一款的进步，这让人很期待最后剩下的几款机体是什么样的表现，也很期待所有机体摆在一起的场景。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视频有点长，讲的是比较细的，大家如果对这款产品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在评论区讨论一下，咱们下期再见了。